因为这个经验很特别，我把我记得的结论讲给你听，就是能贷款哈，贷款是60%哦，要贷款60%。我们那时候在贷款70%哦，以前的第一屋没有再给你贷款80%的，8%是后面的政策。现在年轻人都觉得说我买房子就贷款80%，这个观念是错的，这是后来才有的观念。我们那时候就买房子是70%就对了。好，然后他能贷款要贷款60%哦，自备要40%，就是比我们本国人民还多。然后他还是买了，哦，真有实力。好，然后后来啊，又听到很多八卦，因为有加赖嘛，那个中介会聊啊，他们也都觉得很触鼻哦，为什么会有越南人来抢房子？结果是这样啊，就是他们怎么样？他把那个房子租给他的同乡，都越南的，然后啊说前后给人家住15个人进去，15个人哦，我靠，这个怎么住哦？上下铺啊，打地铺啊都有，然后那个15个人是流动的哦，就是有时候这个人来2-3天，然后又走了，什么来去，然后收租金这样，共用一间厕所哦。未来你的房东有可能变成越南人，你知道吗？先说结论哦，你现在不买房，未来就很有可能发生哦。那很多人是现在已经发生了哦。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为了台积电要离婚如果你还没看的话，你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越南妹买下1000万透天这个新闻真的是蛮猛的哦。来，我来念一下标题给你听这个叫越南妹超拼买下1000万透天，内行秒懂，真的别小看，以后是你房东。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就一个乡民在 PTT 上分享，他听朋友说很多做八大的越南妹都在台湾买房子了，然后南部1600万的透天也是不眨眼要买下来，然后就有网友出来说新住民你不要叫人家外劳什么的新住民真的很猛那都是拼命做生意很勤劳啦，不像台湾人现在已经都很爱乱花钱，然后懒惰这样。我自己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在台北的街上走那高雄的街上走，很常看到那个什么，反正就越南就在顾店顾摊子，对不对？然后很勤劳，然后她老公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这样那越式洗发什么的，之前九妹不是有拍过一集越式洗发吗？里面也都是越南人啊，而且都长得很漂亮好，那回来，那我会觉得他们猛是因为外国人要在台湾买房子，门槛是真的很高，真的很高。之前不是有人才在敲碗外国人买房子啊？你看这不就来了？虽然这个外国人跟你想象中外国人不一样啦那越南可是你要知道外国人买房的门槛有多高那这个我们不会讲太细会看我们频道大部分都台湾人。先说一个前提，我们现在讲的外国人是没有拿到台湾身份证的。如果有拿到台湾身份证的就是国民嘛，国民就是怎样，他用新青安他都可以呢条件不会跟你差太多。那我们现在讲的是拿到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好来，第一个完全平等互惠国家才能买房就台湾人能过去买房子的国家，该国的人民才能在台湾置产。例如日本、韩国、英国、美国这种你常常听到的外国置产的国家，美国是部分州不是每个州都可以。来，第二个需要保人，如果你只有永居的话那就要找没有身份证仍然愿意承贷的银行，然后这个银行通常会要那个新住民出保人来，第三个成数低年限短那这个贷款的成数通常比较低，5到7成差不多就跟我们第二屋差不多，然后年限比较短，10年到15年就没有什么新青安40年这种外挂，然后利率会比本国人稍高。最后你要知道，未来这些条件很可能会松绑。我看我们刚才讲那些条件再加上我们现在的房价，你觉得有能力买房子的外国人，他实力很雄厚，对不对？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会说台湾房地产就很排外的原因。你看我们现在纯内资市场，就是说台湾房地产就台湾人自己的钱那边炒来炒去就可以完成这样了。开放外资尤其是对面会变成什么？因为他们不止自产的目的啊，他们还有比方说统战的目的，对不对？你看开放对面的钱，台湾房地产飙到什么程度无法想象那但是我先猜这个政策未来会松绑。我不是说对面我是说对外国人买台湾房地产这件事情会松绑，但是未来是多久后未来这个我不知道。如果你跟我差不多年纪，我认为啦，我们有生之年看得到为什么？
还是那个空空最爱讲的，就是台湾少子化很严重，所以未来一定会开放啊，开放外国人来台湾置产啊。你看之前不是还在喊那个10万印度劳工来台湾吗？一下10万人那你要这10万人怎样？就是租房子那这10万人如果在台湾发生了婚恋嫁娶啊，对不对？反正这个地方是一定会松绑。为什么？因为我们国家的体制会需要外面的移民来支撑那当然会开放给他们嘛。你像以前啊，那些大陆人、越南人都不能买嘛现在是都可以买，只是他门槛很高，然后就是逐步释放这样那不然的话，我们台湾无法解决少子化、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且你看，我们台湾强的人，就是真的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会留台湾吗？不会啊，全世界啦，不是有台湾，就是我们好像都要帮美国培养顶尖人才好，那事实上，现在很多早期来台湾的新住民都已经生小孩，而且他小孩都怎样上大学了真的因为我同学就有人很好，人也很漂亮，很客气，我都觉得比台湾的女孩子都还要温柔很多这样然后非常的有礼貌，都上大学，跟我一样年纪的你看这个新闻，我念标题给你听：大专生新住民子女学生8.9万人创新高8.9万人创新高大专生5年近3倍这就是证据这就是未来的铁证，这个未来只会越来越多而已。对政府来说，开放新住民来台技术移民来台就是能够增加劳动力，减缓少子化危机，不负责他们的养老。你看新加坡，对不对？我们台湾就抄新加坡的作业就好啦所以一定是会慢慢松绑的那未来外国人买房也会越来越多搞不好以后那个外国人有实力的买到天龙国了，然后我们还只能在那边蛋白蛋壳所以加油吧，趁现在我们本国人还有优势的时候，能上车早点上车上了1台车之后，你看有没有办法上第2台车？不然之后你自己看看，到时候你的竞争对手除了你的平辈以外，可能还有这些有实力的技术移民外国人来，那到时候情况可能会比较辛苦啦来，讲完了，我们今天讲越南妹买下千万透天。那我先跟你分享一个新闻，乡民现在发现很多越南人在台湾自产，然后再担心未来会不会房东变成越南人。那我也跟你分享了，就是外国人买房的各种限制来，第一点，需要是完全平等互惠的国家的国籍第二点，需要保人，并且银行要愿意承担这笔贷款。第三点，贷款的成数5到7成。第四点，年限10到15年所以现在还能够买房子的外国人都是很有实力的但是我认为这个政策未来会松绑，因为台湾的少子化在未来势必要引入外来的劳动力那在台湾可以买房子必然是一个吸引外国人来的重要吸引力所以我也建议你能买就早买如果你现在还有得选的话，就上车吧你现在是没得选的状态，那就算了你现在还有得选可以上车的话，那你就上不然等到这个政策逐渐松绑之后，变成要跟外国人抢房子那房价可能就会更高对，我先告诉你3个东西第一，我的付费会员频道1个月月付250这个欢迎加入直接抄我做的房地产作业就好了，这不香吗你自己去看会员影片的封面，讲的议题都比平常的影片猛上好几节那会员的问题我也会认真回答不是会员我就简单回答，这拍谁这没办法，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了。好啦，第二个，自产高雄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这个是我长期配合的房仲店台湾房屋美术执行店，这个不赘述了，以前的片尾都讲过，反正已经有超过2000位观众加他们也超过50几位观众跟他们买高雄低总价自产的房子你也可以加他们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自产用的房子好，那他们的赖 ID 是小老鼠勾勾勾勾勾5个勾小老鼠勾勾勾勾第三个，自产台北新北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刚刚讲高雄的嘛现在台北新北的专用赖如果你是钟情于台北市、新北市房地产的朋友，那你就加这个赖这个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当然啦，台北市的本金门槛就很高你自备要超过500万，这个就是常态那你就自己加入以后跟助理去描述你的需求吧他的赖 ID 是小老鼠掰台北BUYTAIPEI 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好，然后讲八卦关于这个越南人会不会抢台湾房子的事情，我是有经验的真是有，因为我被抢过
这个要分享一下哦，时间很久远，大概在2015、16哦，10年前，那时候我跟我同学的鬼混，然后这边看那个高雄哦，我们有看到三多商圈那边有一个很旧的电梯大楼，10年前它屋龄就30了，你看它现在40年的电梯大楼，这个就跟港片的风格一样，我们看了没有人喜欢，真的就是老的社区大楼就是那个样子哦，它走道会开窗户，那个是客厅的窗户，就很奇怪的规划。现在是绝对不喜欢这种做法的。然后走道全部都是堆满那个鞋柜啊、老人囤回收啊，就是那种等级的大楼哦。那可是它在闹区，它在三多商圈，就是走路就到哦。知道的人就知道我在讲哪一个案子了。好，那时候为什么我会去看？因为便宜啊，超便宜的啊，所以我们家就去看，真的哦。我跟我爸，然后我们就去看。看就不喜欢嘛，因为那个电梯真的是看起来只恐怖那个乱七八糟。我们现在看那个规划都觉得很阿杂，然后它规划是3房1厅1卫3房但是它只有1间厕所，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打枪。好，可它真的很便宜。那时候我记得卖多少钱，反正200万以下买三多商圈捷运走路1分钟3房，你电梯大楼这是你要不要买所以恐怖就恐怖在这里，然后最后我们还是不敢，真的是不敢，因为那个真的是太老旧了然后怪怪的啦，你就港片那个样子然后走进去就是不喜欢。那时候我也算年轻，我看了我就不喜欢，对，即使很便宜。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黄金年代，你看那个时候有什么第2户现代豪宅线那个房地合一 1.0 都还没出来黄金年代。好，那后来我们就没买嘛后来仲介有说他卖掉。我们问是谁买就看那个仲介滔滔不绝，他说一个越南的那个姐姐买的，没有很老不是那种越南老欧巴桑是姐姐然后他就买，然后他们也很讶异，然后就东问西，因为这个经验很特别，我把我记得的结论讲给你听，就是能贷款贷款是6成要贷款6成。我们那时候在贷款7成以前的第一屋没有再给你贷款8成的。8成是后面的政策，现在年轻人都觉得说我买房子就贷款8成，这个观念是错的，这是后来才有的观念。我们那时候就买房子是7成就对了。好，然后他能贷款要贷款6成自备要4成，就是比我们本国人民还多，然后他还是买了，我说真有实力。好，然后后来又听到很多八卦，因为有加赖嘛，那个仲介会聊他们也都觉得很触鼻为什么会有越南人来抢房子？结果是这样啦，就是他们怎么样？他把那个房子租给他的同乡，都越南的，然后说前后给人家住15个人进去，15个人我靠，这个怎么住上下铺打地铺都有，然后那个15个人是流动的就是有时候这个人来2-3天，然后就走了什么来去，然后收租金这样，共用1间厕所你自己看。好，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呢？这事情是这样。这我的思考我也不知道那个越南姐姐，我也没去访问她我自己的思考是这样，就是因为越南他们在看我们台湾的房子觉得很好了，我们看不上眼的房子，他们已经觉得很棒很漂亮了，所以睡在台湾这个他们 OK， 就像是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人澳洲打工吗？澳洲打工去肉场去农场对不对？然后睡棚子睡什么条件很差也 OK 对啊。这个同样的心态嘛，他们来台湾是为了工作要赚钱，所以睡的条件差就差，至少跟同乡一起混，然后挤就挤，脏就脏大家都是一个过渡，然后他们很能接受那个现状。我们对于我们台湾自己的经验我不要讲去澳洲打工就是很像我们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那个来台北打拼，那个时候什么3重公寓不是都南部人吗？3重会有今天的地位就是因为它地理位置，它过桥就到台北而且到台北的区不错那以前早期在发展热闹区，也就是说南部的人来台北打拼没有在住台北市啊，都是住3重然后过个桥上班，晚上回去睡觉就这样。那个年代谁会追求居住品质不就是大家一家子人，然后再加南部的亲戚全部给他挤在一间公寓里，小孩子什么自己的房间，哪有这种东西？以前在那个赚钱的年代，大家就是觉得这样很正常，觉得这样怎样可以忍受。同理越南现在在我们台湾生活，我认为也是同样的情况，就是他们觉得说这个还可以住，就住了，就 OK 了就可以住。
那你看我们台湾的年轻人哦，其实我说真的，我们真的在抄新加坡的作业，这不是干话哦，就是新加坡因为社会福利很好，新加坡自己的公民啊，很爽啊，真的很爽啊。他为什么要努力？就舒舒服服过日子就好，有一堆技术移民来赚钱给他们，来养他们嘛，对，真的很爽。我们台湾就很像逐渐要到这个阶段哦。就懒懒的，然后爱做不做哦，然后那个越南就很勤奋哦，缅甸就很勤奋哦，那个小钱他们也要赚哦，就是这样哦。其实我一直很纳闷，就是他们干嘛买台湾房子，对不对？啊，不是都说什么工作几年之后可以回越南去盖房子吗？那你买台湾房子干嘛？我也不懂，但是他们就是买了哦。那这种情况啊，我还遇过好几次。好啦，也没有好几次啊，5次以内啦。一次是那个三多商圈，一次是那个大寮，还有一次是小港哦，然后都说那个买方是越南哦，都是越南，我也还没听过泰国，有没有听过？都是越南哦，就是这样跟你分享。所以这件事情，你说越南那些外来移民哦，会不会有一天变成房东？我跟你讲，一定会，而且早就发生了，正在发生，只是他们现在还是很低调哦，就是觉得台湾人都看不起他们啊什么，所以他们都跟他们自己的人往来嘛，就做生意会跟台湾人做而已。好，那等到以后他们有钱，发现有钱在台湾真爽的时候，你看看哦，越南的钱就冲进来了哦。那冲进来以后，说不定以后的房东都是越南人呢哦。那这一天哦，我告诉你，一定会来，一定会来。